很多人不会相亲啊，嘴上喊着我要抵制舔狗，却背地里干着比舔狗都要舔的工作啊。那些把相亲当做谈恋爱的老爷们儿啊，大脑清醒一点，你千万别自己意淫，见了女孩子整得好像对方就要跟你谈恋爱似的，一上来就各种舔各种讨好。相亲说白了就是一场交易，你要用你的价值去换对方的价值。你记住一点，相亲是不需要你去追任何女孩子的，能让你追的那就是人家没看上你啊。有个男孩子啊，那是真轴啊，95年的搞建筑的，咱不知道理工科的这个男士们啊，就好出那些纯爱战神。半年前呢，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子，看上人家了。一问这女孩子呢，女方也没明确说愿不愿意交往，就说了解看看。这男士呢就认为了解就是考察他这个人怎么样啊，哎，那就应该好好表现自己，对女方好一点。于是呀，天天没事就给人家发信息啊。吃饭的时间问人家吃饭了吗？吃的什么啊？睡觉的时候问问人家，哎呀，你今天累吗？要好好休息啊。结果女孩子回复的内容啊，不是吃了就是去忙了，要么就是啊洗刷了准备睡了。话题每次都得聊个几分钟就聊不下去了。对方呢也搭理他，但是主动性非常低啊。男士不找他聊天，他基本就没找过这个男士啊。这种情况之下，这男士还是替女方去考虑啊。哎呀，人女方一定是工作太忙了，所以不热情，那也是应该的呀。也想着呢是自己表现的不太好，于是订外卖送礼物，各种开始讨好。女方呢也是嘴上说着不让男士买啊，但是送了的礼啊照样全收啊。约会呢也出来，但就是感觉两个人呢他走不近，这感情一直都推进不下去。女方呢也是不冷不热的，就这么追了大半年啊，这吃饭送礼都花了好几万了。哎呀，男士终于鼓足了勇气，元旦啊送花送礼表白了。女方一听表示特别为难，说谈恋爱这事啊他是很慎重的，不想轻易的开始，还是希望呢能够再相处一段时间看看。男方呢也挺愁啊，你说人家女方吧也没拒绝你，哎，说明是有希望的，自己也追了大半年了，放弃也太可惜了。于是呢就提出呀，想着过年呀邀请女方一起出去旅个游。结果就因为这句话，女方直接给他来了句啊，让他保持一下边界感，觉得两个人还没有发展到单独出去的这一步。男方就觉得自己有点憋屈啊，说自己呢也追了半年了，也是想着快点推进一下关系，说你也不给个结果啊，是同意还是拒绝啊？就这么吊着他也不行啊。女方听完直接就说，谈恋爱我得找个人品靠得住的吧，我认识你的时间又不长，我怎么知道你人品行不行啊？这得需要时间吧。男生一听啊也有点不太愿意啊，哎呀，你说说这半年了，我对你怎样你也清楚啊，我也很认真的想跟你谈对象的。女孩子一听啊，说男方呀你是太急功近利了，自己不喜欢被逼的。哎呀，男士这一看女孩子生气了，哎呀就想着哎呀可别再逼急了啊，最后落了个人财两空啊。后面呢这男方呢又刻意讨好啊，约着年后啊在一起吃饭，女方呢也同意了。谁知这还没等到年后呢，昨天呢他找这个女孩子发现被删除了。女方的这个媒人呢也发信息过来说呀，说女孩子觉得两个人性格不合，以后不要联系了。男士一听气的呀，我都请你吃喝半年了啊，讨好你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也不至于把我删了吧？要找女孩子要个说法啊。媒人呢就拦着，最后说了真相。前几天这女孩子回家过年相亲了啊，相了一个条件不错的男士，人家两个人现在谈了，就认识了几天啊。这一听啊，给男士直接气炸了啊！你认识几天你就谈了，跟我认识了半年你就要考虑。一问对方男士啊，人家有房全款，年薪比他高了10来万，父母还都是城里的，都有退休的。这一下男士明白了，恍然大悟啊，原来自己不是输在人品上，而是输在了雄性竞争上面。什么对待感情要慎重，不想太快在一起啊，那都是屁话，只是当时没有更好的雄性出现而已，出现的时候直接一脚踹开啊。男士咽不下这个哑巴亏啊，找到女方就理论啊，说你认识我为什么还要去相亲？人家女方回复，我们又没谈恋爱，我为什么不能相亲啊？两个人争执不下，没人在中间撮合呀。那过往半年啊，男孩确实花了几万，最后女方呢同意啊转给男方3000块钱和解，两人老死不相往来啊。所以看到了吗宝，相亲不是让你谈恋爱了，我说了 N 遍了啊，你费劲巴拉的去追半年，最后人家3天不用就跟别人谈恋爱，说明什么？对方就没看上你。相亲是价值互相匹配，是互相吸引的。如果你发现你能追到手，要么是你本身的部分价值就比他高，要么就是你没有雄性竞争对手。价值是短时间之内是提升不上来的啊，你不需要幻想着去可以快速的去提升，你能做的是用你现有的价值去筛选能欣赏你能尊重你的人。宝儿，你记住我说的，千万不要去追和你相亲的人，而是去筛选，找价值和你匹配的，能给你积极回应的，从这些人里面选择你喜欢的，这样才叫选对人。但凡能让你去追的，讨好半天还是感觉拉近不了距离的，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对方压根儿不想靠近啊。一份合同迟迟不签，那是有人他不想签啊。宝，散会。昨天晚上我们征婚群里炸了锅了呀！有一个女士在征婚群里发聊天记录，吐槽自己让一个男士给骗了。
哎呀，我那第一瞬间啊，是觉得是被骗钱了还是骗人了呀？作为群主啊，咱赶紧问问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就联系那个姑娘。后来啊，算是问明白了。这大上个周啊，有一个男士32岁啊，条件不错，自己开了一个小厂子，一年在30-50万。这姑娘呢是31岁啊，做会计的。哎呀，姑娘一看啊，这条件挺好啊，觉得特别喜欢，就表现出来很积极。两个人在上周啊是第一次见面，互相印象都不错，进展也比较快，这聊天啊话题都会比较暧昧一些。很快啊，这上周末又约着又见了第二面。这2天不是圣诞节和平安夜嘛，这姑娘一闺蜜就收到了一个大手镯子，就在朋友圈里晒呀，感谢天感谢地，感谢她那个大手镯子呢。这姑娘就截图给这男士啊，说了句我也想要一个。男士看到这个截图啊，哎呀，估计是愣了半天啊，隔了半个小时才回复，说现在有点贵啊，你元旦再买。这姑娘一听就不愿意了，你这是装聋作哑呀，我这啥意思你看不出来吗？直接就打直球跟他说呀，我想要你给我买个金镯子。男士这会儿一听啊，也不藏着掖着了，直说你看咱俩才见了不到3次面，你跟我要金镯子不太合理吧？这姑娘就说啊，我只是需要有一个安全感，觉得你是爱我的，愿意对我好。男士人家不愿意啊，我们刚认识呢多久啊，你就让我给你买这么贵的礼物，我觉得你很拜金啊，算了，我们俩不合适。这姑娘一听啊，回了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条件不错的，真能让他跑了吗？赶紧委屈的表示啊，我呀不缺钱，我完全有能力自己买，我就是想看一下你对我的态度，我也没想过要，我只是考验你一下罢了。行了，人男士啊顿时悟了，立即答应这姑娘，晚上呀我就带你去买金镯子去。这姑娘一听啊非常开心啊，直夸男士人很好，对待感情很认真。昨晚上下班啊，俩人就去金店了。这姑娘就选了大半天啊，选了一款32克左右的，合计下来啊有2万左右。男士就去收银啊，打包结账很痛快不墨迹，一会儿就付完了。哎呀，这付完之后，男士把这小票给这姑娘看，你看我买完了吧？你能看出我的态度了吧？姑娘很是开心啊，要接过金手镯。哎，男士把手一抽啊，你不是试探我能不能给你买吗？我买完了，这表明我的态度了，但这镯子不能给你，我得送给我妈。这姑娘一听啊就气炸了，就把这些过程还有聊天记录啊就发到征婚群里去了。男士也在群里啊，就看这群里他俩人还有一帮人啊在群里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吵啊，直到把这个姑娘给踢出群啊才安静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啊，前2天也遇到一个，就是还没见面啊，这个女方先要金镯子，表示你得先给我个态度，如果2人能成啊，这镯子收下，不能成我再退给你。我就纳了闷了，这是年底要收网进年货了吗？在座的各位记住啊，找婚姻候选人，2人之间一定是平等的合作关系，他要考验你，凭什么？上级对下级才有考验一说的，在平等的关系里面，如果说考验，那就是互相对等的，他要考验你，也要考验他呀。在中国，只有党和人民才可以考验你。当他拿态度说事儿，拿通过让你给他送贵重礼物作为来衡量你是否对他好，体现你的价值，这样女人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能够愿意接受啊，那咱就另当别论。当你去满足他的这项需求之后，你等着吧，后面还有其他各种杂七杂八的需求嘞。别高看自己，你是养不起他的。一个女人呀，值不值得娶回家呀，最基本的准则就是看她会不会把你的钱当钱，能不能愿意给你花她的钱。如果是那种啊，把你的钱不当钱，自己平常都舍不得买的东西要你给买，这种女人啊，碰都不要碰。现在啊就可以止损了，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今天上午让一姑娘啊气得我血压乱窜，嫌我给她介绍对象呢是一个不如一个，越来越差，说我是有意针对她。听了咱那个气啊，你们给评评理啊。她年前是28岁啊，是个公务员，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工作，反正就挑得很呢。年前呢给她介绍了有3-4个，这男士一啊，30岁，在法院上班的，有车有房，父母都是公务员，小伙子人长得挺好，就是个子矮点，168。哎呀，但凡过了175，他也不至于现在没个对象啊。他去见了，嫌男士个子矮不够男人，哎呀，气的啊。男士2啊，27岁，比他小1岁，人家学历硕士，3甲医院的医生，个子高，条件很好，男方也接受啊他大一点，觉得2个人只要合得来就行了。这2个人见完面啊，他直接告诉我不合适。你们永远都想不到相亲对象拒绝你的理由是什么，就是因为相亲吃饭男方没有主动给他倒水，他就觉得这男士对他不够尊重，拒绝了。上火吧。男士3啊，设计院工作，也是个硕士，32岁，他也给拒绝了，就是因为男士戴个眼镜不够帅，怕遗传，气得我直接不敢介绍了，王八关门。这种啊咱就不伺候了。年后急了呀，快30岁了，着急忙慌的跟我说要找对象，哎，说亲戚家的弟弟妹妹都结婚了，他就很焦虑啊。咱一听啊，心软的，又给他推了2个，一个是公务员，30岁，有房没车，他就觉得个男士啊，这个年龄了买不起车，这条件也太差了吧。你听听啊，他这些理由啊，气得那个肺管子都给撑堵了。又给他推了一位国企的高管啊，比他大了1岁，
短婚3个月啊，未育。他一看资料气炸了，说之前还给我推荐的是未婚的，现在又开始介绍离异的了。他要找体制单位的，那家庭条件要好的，长得帅的，情商高的。我跟你们讲，去年整个相亲市场上主力军是94、95、96年的，过了年之后，这主力军就变成了97、98、99，还有很多00后的。当你还在纠结是选医生、选公务员，嫌弃他个子矮，还有他近视眼的时候，人00后都愿意认识啊，谁还选你啊？让他放低一下择偶要求，你可以找体制单位的，但是别要求人长相了，他不行。说长得不好看，这心里啊他喜欢不下去啊。那你找帅的可以，别太卡人家工作了，他也不同意，他就非要找那条件好的。这辈子我就站这一回啊，一定不能将就。你说说啊，我又不是人贩子，又不能给你把人绑来，我也不是杀猪盘，啥都能满足你，所以啊，我不介绍了。他呢就一个劲儿责怪我，给他介绍相对象一个不如一个，越来越差，给我气的啊！当初给你介绍好的，你不是嫌他们这儿不行那儿不行，现在很多条件好的，人家一看你年龄，那人不愿意啊。你能看上的25、6岁的姑娘也能看上，为什么要选择你啊？他说啊，那个时候没想到后面会这么差呀，但凡之前的哪一个我现在都同意。说着说着呀，要吃回头草，要去找去年那个医生啊，我一听啊，直接给拒了。优秀的人脑子是瓦特了吗？要被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，何况人男士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。他一听就开始埋怨我啊，当人家男的那么喜欢我，我也没有拒绝，我只是想当个朋友而已，你也不劝劝我，你自己挑还怨我身上，是我不让你嫁了，还是拦着迪拜王子不让他娶了？婚恋市场是具有排他性的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这话没毛病啊。不论男女，黄金年龄是23到28岁。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觉得相亲对象质量越来越差的时候，你就得考虑啊，是不是你自己在相亲市场上的价值越来越差了。你28岁，身高180，8块腹肌，年薪100万，哇！我给你介绍一个30岁，身高150，体重120，父母低保在家无业的女生给你吗？那是在侮辱你，我这不找骂吗？你32岁，身高160，体重160，一大块腹肌，年薪5万，无房无车。我给你介绍一个25岁，身高168，体重100，前凸后翘，貌美如花，年薪20万，父母还是国家干部的，那不是在侮辱人女方吗？婚恋市场啊，讲究的是价值匹配。当你年龄越大，你的价值是下降的，条件再好也比不过年轻的潜力股吧。在相亲市场上有很多大龄的单身青年，过了3、5年还是坚持以前的择偶标准，不降低，最后你只会越来越耽误你自己。散会，关门，再无理取闹我就放王八。